2020年9月的晚上，大雪纷飞，一副全副武装的士兵纷纷到桥上指定地点，准备对桥下的不明生物进行射击。衣衫褴褛的阿贤从破败不堪的建筑物里走了出来，因为风雪太大，军方无法确认他是不是人类，于是他们在警告无效之后朝男孩开枪了。但男孩好像感觉不到身上的疼痛一样，即使中了多枪也依然在慢慢往前走着。而旁边一些类似干尸的东西在听到枪声后似乎变得更加狂躁了。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是瓜皮儿，本期带来甜蜜家园。时间退回到1个月前，阿贤神情颓废的在搬来一处破旧公寓的路上，差点因为精神恍惚被割草的保安失手用割草机收割走。他搬来这里并不是因为房价多么便宜，而是因为这里是个自杀的好地方。保安割草刚回来就被领导训斥了一通，他希望保安不要在值班室里放床，只要永远不睡觉，瞌睡就找不到你，官大一级压死人呢。这时一个女住户过来安慰了他几句，有人寄了鱼给他，但是他又只吃干黄花鱼，所以这就送给保安吃吧。保安有些受宠若惊。女住户走后，保安打开了箱子，里面的鱼全都爬满了苍蝇。就在他关上箱子的一瞬间，大量的鼻血也从他的鼻子里喷涌而出。天台上，阿贤刚迈出0.5只脚准备告别这个世界，目光就被不远处一个正在练芭蕾全身都有料的妹子吸引了。看来这个世界也还是挺美好的呀。妹子名叫恩赫，她跳舞正跳得起劲儿，鞋却不知道被哪个猥琐大叔吐了口香糖给粘住了，这让她直接爆了粗口，同时注意到了旁边直勾勾看着自己的阿贤。他一眼就看出阿贤是一个常年被人排挤的对象，于是便告诫他，如果想要自杀请另寻他处，毕竟这年头房租可不便宜。阿贤只能放弃了自杀的想法，下了楼。当他回到自己住的14楼时，保安大叔正通过猫眼偷窥他的房间，看见他回来了，急忙用填写入住文件的理由忽悠了过去。阿贤回到房间后又从猫眼里往外看，保安大叔还在瞪着一对堪比豆尖的眼睛往里边看呢，这让他吓出了一身冷汗。该不会是我长得太帅引起了大叔的古怪癖好了吧？好在这偷窥没多久，保安就离开了。与此同时，在一个邋遢的房间里，女孩智秀正在忘我的弹着吉他，还声称自己是有理想的打工人。她在房间里向朋友炫耀自己刚刚接到的一个大栏目的面试通知，只要这单成了，我就能成为乘风破浪的姐姐。挂断电话，她匆匆出了门，准备去面试。等电梯时，一个女人推着婴儿车也走了过来，她对车里12个月大的女孩似乎很疼爱，但智秀却发现婴儿车里什么都没有啊。但她还是强装镇定，谎称自己忘了带钱包，让女人先搭电梯下了楼。智秀还在怀疑这阿姨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住在他隔壁的国文老师郑在宪走了过来，他解释说，这个女人是一个好女人，只是在去年女儿出了车祸之后就变成了这样。智秀感叹了一句女人的不幸遭遇，郑在宪突然冒出了一大段在他听来貌似传销的话语，这让智秀对他刚上来的好感度瞬间跌到0啊！这都不在一个频道上，甚至不在一个星球上。好不容易走出电梯，智秀就好像是捡回了一条命一样，撒丫子就跑。郑在宪走出电梯后撞到了一个八脸男，他背上的麻袋里有一捆胶带掉了出来，但他没有注意到，而是径直坐上了电梯。恩赫因为脚上受伤，天台上跳芭蕾舞让他的伤势更加恶化了。哥哥走进来表示已经给他交了学费，但恩赫明显跟这个哥哥在赌气，他说的话自己全都没听见。八脸男上楼后不久就绑架了里面的一个住户，将对方捆得像粽子一样。他一边悠闲地看着电视，一边蹂躏着对方。对方还不明白到底哪里得罪了这位大哥，眼看着对方死鸭子嘴硬，他直接一个残忍的灭烟方式让对方领了盒饭。阿贤正在房间里吃着面，手机突然接到了一个短信，上面声称他中了贵宾骑士团体验资格。阿贤便决定等体验完了游戏的快感再自杀。眼看太阳就要下山，恩赫想再上天台跳一场芭蕾，却发现大门不知道被谁用铁链锁死了。很明显就是他那个斯文哥哥的杰作。他下楼时遇到了八脸男，小姑娘明显还不知道社会的险恶，凑过去和他攀谈了起来，无意间说了自己因为纵火被学校开除的事儿。这让八脸男直勾勾地看着他，心里在想，妹子，你现在也是在玩火，你是真不知道花儿为何这样红啊。晚上刚打完一把游戏，正在睡觉的阿贤收到了短信，因为保安不在的关系，所以快递员就把包裹放在了他的门口。阿贤打开房门，却发现箱子里的泡面不知道被谁吃了，而且还吃相难看的撒了一地。他沿着泡面洒落的地方一看，却发现了恐怖的一幕。
一只血淋淋的手正撕扯着手中的喵星人啃食着，嘴里还说着我好饿。显然呢，饿得这么饥不择食，肯定不是柬埔寨逃难过来的。阿贤吓得马上回到房间锁死了房门，但不到1秒后，门外就传来了高跟鞋的声音和妹子的求救声。阿贤打开墙上电话一看，门外的红衣女郎哭的那叫一个惨呢，凄惨程度都能拍《悲伤逆流成河2》了。但阿贤明显没中美人计，果然呢，妹子下一秒就凶相毕露，开始疯狂的砸门，同时渐渐的变得像一只丧尸。闹腾了一会儿，妹子就往楼下跑去，阿贤抄家伙冲了出来，迎面遇到了下楼的八脸男，还没来得及问清楚情况就晕倒在地。过度打游戏果然很伤身的。楼上智秀正在练着新歌，已经变异的红衣女就这样疯狂的砸门。智秀一开始还以为自己噪音扰民，但一看到对方接下来的拆家操作，顿时感觉来者不善呢。他刚抄家伙严阵以待，就被屏幕上一闪而过的八脸男给吓坏了。与此同时，斯文哥哥的收拾好东西，准备出去赚点外快。恩赫却不想跟他说话，他还在为哥哥禁锢自己自由的事情闹情绪。他表示，干脆你让我彻底社会性死亡算了。哥哥没搭理他，直接出了门，没想到电梯竟然坏了。没办法呀，那就只能走楼梯了。门外，智秀还在跟八脸男解释红衣女郎的事情。他们发现走廊尽头的窗户破了一个大洞，看来那个红衣女郎是饿到跳楼了。八脸男也是个狠人，他一拳给智秀的门干了个洞，表示那妹子其实是在撞门，而不是有礼貌的敲门。斯文哥哥走到公寓大门口时，却听到几个住户正在聚集在一起，抱怨保安不见了，而且大门口的铁卷帘门还被锁死的事情。从一个女住户消防局的郑一警口中，他了解到进出这栋公寓的所有大门全部被锁死了。更奇怪的是，无论是手机还是119报警电话，全都没有了信号。好不容易找到铁卷帘门的开关，将门打开了，但眼前的景象却让众人都惊呆了。大门前正站着一个身高2.8米、体型非常干瘪的巨人。他们正在疑惑时，哥哥敏锐地察觉到来者不善，示意赶紧关上铁卷门，但是却来不及了。那怪物径直撞碎玻璃门走了进来，他伸出舌头，将一个龙套演员活活吸成了干尸。旁边一个抱着狗的大妈直接吓得瘫倒在地。就在刚刚，他以为是行尸走肉剧组来这取景的，差点用手机来个现场直播剧透啊！哥哥急忙取了一个灭火器朝他喷射，逼他后退。但好景不长啊，灭火器的干粉很快就用完了。这时郑一警猛地扑了过来，将怪物扑倒在了门外，同时他的腿也被怪物的舌头刺伤。在铁卷门关上前，将郑一警救了回来，避免了他和怪物那个2米长大舌头的亲密接触。怪物见占不着便宜，只能选择了战略性撤退。劫后余生的众人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但很快他们就从门外看到了一副人间地狱的景象，各种恐怖的怪物正在肆意破坏着，不时有人类被他们扑倒吃掉，他们嘴里还嘟囔着一个词儿：蛋白质。看来这个世界终于要毁灭了。漫长的一夜过去，阿贤拉开窗帘，看到了外面千疮百孔的末日景象。这时他也像那名保安一样，鼻孔里的鼻血就像是开闸的水龙头那样喷涌而出。很显然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。